谁来与黄昏后？得到宠爱的妃子，真是让人看了眼气，看了发疯。真是个疯子。是啊，我是个疯子。可我这个疯子，总不能自己上路吧？皇上，是你们的错，都是你们的错！你们该死！你们该死！为什么老天爷不惩罚你们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把他带下去，暂押立锦轩。梅诺，跟朕进来。你什么时候知道的？皇上什么时候知道的？你明知顺嫔有问题，却故意踩入陷阱，是不是要引朕着急？皇上明明怀疑顺嫔，却故意不张扬，是要试探臣妾吗？朕为什么要试探？臣妾为什么要引皇上着急呢？薇诺，你就是故意利用顺嫔，想看看朕到底会不会为你气得发狂？皇上，你就是要利用顺嫔，想看臣妾和傅恒会不会远走高飞？你的怀疑毫无根据。皇上怀疑顺嫔，命海兰察暗中查探，后来得知顺嫔密报，明明可以阻止，却任由事态发展。一个怀疑妃嫔红杏出墙的帝王，第一件事该做的，不就是将她拘禁，严加询问吗？当场捉住固然痛快，但一旦传扬出去，会有损皇室威严。皇上甘冒大险，就是为了试探臣妾。臣妾当然尽心尽力，让皇上满意了。刚才臣妾躲在暗处，瞧见皇上的脸色可难看了，连掀开盖子的勇气都没有。胡说！朕是气愤，今有后妃敢红杏出墙。真的？那你以为还有什么原因啊？臣妾猜测，皇上宠爱顺嫔，故意引臣妾吃醋，否则那3天2头的赏赐，为什么都是珠宝首饰？不是明摆着让顺嫔穿戴，引臣妾嫉妒吗？薇诺，你未免也太自以为是了吧？朕宠爱顺嫔，那是安抚钮祜禄时；朕不爱顺嫔，那也未必爱你啊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李煜，李煜，奴才在。去，
快把叶天师请来。是，奴才这就去请叶大夫。快呀！皇上，您一点都不着急臣妾，一点都不。皇上，太后召见令妃娘娘。皇上，救救臣妾，麻烦来了。你是说，根本就没有转世之说？都是臣妾的错，请太后恕罪。魏璎珞，你竟敢！你竟敢！灵妃娘娘，太后，你怎么能这样干呢？你知道太后有多高兴？她以为和安公主回来了。太后，臣妾知道罪不可恕，甘愿承受一切责罚，只盼着太后能消气。我不能原谅你，我绝不能原谅你！来人！太后，太后，璎珞本是救人心切，一时情急，才撒下了这弥天大谎，请您宽恕她吧。到了这个时候，你还在为他求情？这件事儿，朕也知情。你们是合起伙来，一起欺骗我？啊不，璎珞这么做，她是为了保护顺嫔，而朕只是想讨您高兴。我被这个弥天大谎欺骗了这么久，到了现在，你们居然说是为了讨我高兴，笑话，天大的笑话！皇帝，我能原谅你的小心，可是我绝不能原谅他。太后，太后，都是臣妾的错。璎珞，璎珞，臣恭喜太后，恭喜皇上。令妃怎么回事？皇上，令妃娘娘有喜了。你说什么？看脉象，已经满3个月了。皇上，恭喜皇上，贺喜皇上！这是能胡闹的事儿吗？这么大的事儿，为什么不告诉朕？臣妾体弱，月事不准，自己都不知道的事儿，怎么告诉皇上啊？令妃，太后，请问，和安真的没有回来？回太后话，顺嫔不是和安，公主已往生极乐了。你很好，你很好。
皇上，刚才吓坏臣妾了。太后的脸色好可怕呀！朕若是不来，太后真会杀了你。不会，臣妾怀了皇上的龙嗣，太后才不会杀我呢。你还说你自己不知道？臣妾是被关在延禧宫的时候才知道的呀。可是皇上，我被囚禁的时候，那群奴才要把我活活饿死了，不是，是要饿死皇上的儿子，还说是皇上下的令。这帮狗奴才，真该千刀万剐的。哎，朕什么时候说过这样的混账话呀？就是皇上将臣妾囚禁在延禧宫的呀。当时那样的状况，朕不这么干的话，太后真会要了你的性命的。皇上说不在意臣妾，臣妾差点信以为真了。你别自作多情，朕不是在意你，朕是在意肚子里的孩子。皇上，臣妾希望这是一个小阿哥。为什么？要是生了一个格格，他将来也会生子，那是道鬼门关。璎珞，你受苦了。不管别人如何，我可是为了皇上，连命都豁出去了。皇上还这样对我，朕这么冷落你，这么试探你，就想明白，你到底有没有把朕放在心里？皇上，一个女人只会为她心爱的男人生孩子。李总管，奴才给皇后娘娘请安。李总管怎么来了？把他给我拿下！李总管，您这是什么意思呀？袁春望，你对令妃做了什么？你不会不记得了吧？我都是奉了皇命而为。李总管，我有什么做错的地方吗？皇儿命你断了延禧宫的膳食了吗？李总管，这您就不知道了。令妃娘娘那是有位极的人，给她日宫以清粥是为了她的身体着想。什么位极？令妃是怀了龙胎。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令妃她久久的幽居在宫里，她怎么能有机会？令妃怀了龙胎3月有余，与同使相符，错不了。别说是你，就是当值的太医，你们一个人都跑不了。想要解释的话，就留着去慎刑司慢慢说吧。把他带下去！不要不要！走开！皇后娘娘，奴才先行告退。好一个令妃！娘娘，奴才求求您救救袁春望吧，他为了娘娘鞠躬尽瘁，从无二心啊！蠢材！李煜为什么不等袁春望走出这道宫门，再把他拿下？令妃受苦，皇上本就迁怒于本宫，就是要借着惩罚袁春望，当众与本宫为难。这就是袁春望的命。
让他认命吧。娘娘，娘娘，娘娘！奴才给令妃娘娘请安。这是在干什么？皇上吩咐，即日起封子立景轩。娘娘，您可千万别同情顺嫔，她那么恶毒，就连奴才都被打了30招，在安乐堂躺了1个多月呢，险些没有熬过去。庄枫这条保命之道，你领会的不错。你来了？对，我来了。你来干什么？我来告诉你，因为这场刺杀，你的3个兄长被牵连，杀头的杀头，流放的流放。在我面前，你不必演戏了。陈璧，刚开始我不明白，你要杀死皇上，多的是机会，为什么要当众行刺？你明明知道，一旦这样做了，你的家族一定受累。现在我知道了，你一直想要的，他们受到惩罚，是吗？千方百计想要对付我，甚至不惜赔上自己。这一桩桩、一件件那么疯狂，你能不能告诉我，到底为什么？艾必达一直记着亲兄弟讷亲战败被杀的事，唯恐自己升迁无望，便在民间四处找寻美人，献给大清的皇上。后来他选上了我。这件事我已经知道了。那你知不知道，他将我灌醉，将我送上马车。等我醒来之后，他说若想我儿子平安无事，就要乖乖的听话。万般无奈之下，我只好答应。既然已经答应了，为什么要兴风作浪？在途中，侍奉的婢女实在忍不住了，她告诉我，阿夏偷偷跑出来，她说她要去寻找她的母亲，结果被艾必达发现了，他连夜追赶，一不小心，阿夏摔入了抓捕野兽的陷阱，他摔下去了。我本来想随阿夏就这样离开，可是傅恒多管闲事，他救了我。就这样，我来到了紫禁城。我明白了，你要逼皇上杀了我，杀了傅恒，被自己的妃子和重臣
双重背叛，对皇上也是一种致命的打击。我不过就是一个牺牲品。别把自己说的这么无辜。了不起的魏璎珞，在这个紫禁城，没有比我更了解你的人。你了解我什么？自明玉死后，你便开始怀疑我。你没有直接来找我，而是去了养心殿。可能你想告诉皇上，可是皇上被我误导，没有见你。前脚出了养心殿，后脚你就想好了，随身携带凶器，逼我对你动手，借此囚禁延禧宫，是吗？第一，你想借我和皇后之手，坠入凄惨深渊，引我暴露真实目的；第二，借私奔一事，让皇上意识到对你有多在乎。可等他知道事情的真相之后，他心里一定惭愧极了。瞧，这一切的阴谋，全都是我策划好的。你多无辜，多忠贞，多可怜。还有傅恒，在他自己和你之间，他选择了成全你。他不是成全我，是了解我。我选择入宫为妃，就绝不回头。魏璎珞，我猜你还有第3张牌，对不对？我有孕了。魏璎珞，魏璎珞，你真是厉害。该说的话都说完了，咱们也该散场了。为什么从来没听你提起过丈夫？你的丈夫在哪儿？我没有丈夫。没有丈夫，哪来的儿子？漂亮的脸蛋儿不一定是好事。一个礼物，不过是随波逐流罢了。哪来的丈夫？魏璎珞，你很幸运，有2个爱你的男人。我使出浑身解数，也没有得到皇上的宠爱。我舌灿莲花，傅恒还是要保护你。我想问问你，这2个男人，你到底爱谁？陈璧，疯下去吧，疯一辈子，你就可以活下去。保重。玄总管，辛苦了。小崽子一直在演戏。我可是个叛主的奴才，
令妃娘娘给机会，让我重新做人，我哪能不珍惜呀？再说了，像我这种小太监，在紫禁城可是不计其数。想要混出个人样啊，那就得盯紧一个主子，攀着他往上爬。娘娘一教我，我就知道了，这是一出苦肉计，而我就是那黄盖。所以来炫耀了。你被射了。慎刑司判了200杖，令妃娘娘宽赦你，留了你的狗命。娘娘让我带句话给你，她欠你的，这遭全部还清。从今天开始，桥归桥，路归路，互不相干。做梦！娘娘，奴才刚换的清水。你要是想为袁春望求情，莫开尊口。娘娘，袁春望就算犯了再大的错，也是为您着想啊。打着本宫的旗号报私仇罢了，也敢说为本宫着想？皇后娘娘，袁春望虽然有些小心思，但是办事还算得力，娘娘身边少不得。奴才求求娘娘，再给他一个机会，他以后办事一定认真，再也不会留下把柄了。本宫没有这么不受教的奴才。娘娘，看中谁不好，偏看上心机最深的。真儿，你这是自讨苦吃啊！娘娘，奴才求您看在往日的情分上，饶了他这一回，奴才会感谢您一辈子的。起来，快起来！娘娘，求求您了。算了，谢谢娘娘，奴才这就让他回去歇着。不，让他换个地方去跪。娘娘，袁春望一直在外面跪着，说是皇后吩咐他来请罪。小犬子，你没将本宫的话转告给他。奴才哪敢呀！娘娘的吩咐，奴才一个字不差，全告诉他了。那就不用管了。他毕竟是承乾宫的人，若让他一直这样跪下去，岂非给皇后没脸？他让人来我这跪着，就是要给本宫添堵。不理。小犬子，娘娘有事吩咐啊？娘娘昨天很不高兴，今天让你去养心殿传个话。什么话？主子说，如果今天再吃不到酥造肉的话，他中午就不用膳了。你让皇上自己瞧着办吧。传这话，那奴才脑袋还保得住啊？留着也没什么用，快去吧，主子等着呢。皇后娘娘来为袁春望求情，不过一个奴才，本宫不会放在心里。令妃怀有龙嗣，
为皇家开枝散叶，这是个天大的喜讯，本宫自然要亲自来恭喜。皇后娘娘上门恭贺，连一件礼物都不带。您可比淑妃要小气多了。淑妃昨日来的时候，可把桌子都堆满了。你是聪明人，何必故弄玄虚？本宫就直言不讳了。请皇后娘娘指教。瞧你这殿内的摆设，小到如意花熏，大到紫檀桌椅，全部都是皇上的喜好，可见皇上对你真用心呐。娘娘到底想说什么？用心是用心，可你到底是包衣出身。本宫提醒你一句，我才是大清皇后，就算你再得宠，任何人无法取代本宫。皇后娘娘，您知道臣妾刚才让小犬子干什么去了？臣妾让他把昨天没用的羊奶山药羹送到养心殿，换了一道酥造肉回来。哼，你真做得出。是啊，臣妾什么都敢做，什么也能做，这就是宠妃的待遇。可要是当了皇后，凡事循规蹈矩，处处拘束，我可做不来。你是告诉本宫自己没有野心？皇后娘娘不主动招惹，臣妾自然没有野心。万一你生出阿哥，也不为他打算。皇上何等人，容得了后宫左右立嗣吗？臣妾跟您说一句实在话，魏璎珞从来不怕斗，越斗越精神。您要继续，臣妾奉陪到底。不过您打不倒臣妾，臣妾也扳不倒您。斗来斗去，全白折腾。娘娘今日软下身段，无非是来求和，何必再三试探？臣妾放下一句话：与其斗得你死我活，不如偃旗息鼓，各自安好。你倒是痛快。不过，臣妾有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皇后娘娘必须答应臣妾，不论何时，不论何事，不可对孩子动手。你的孩子还是别人的孩子？紫禁城里的孩子。本宫不屑伤害幼子，你这么说未免太小瞧本宫了。好，只要皇后娘娘说到做到，紫禁城保管风平浪静，天下太平。我们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袁春望，你犯错，本宫没有救你，怨恨本宫吗？回主子的话，袁春望犯此大错，主子既然能饶奴才一命，已经是法外开恩。罚你跪在这儿，觉得本宫无情吗？主子，奴才是承乾宫的人，奴才犯错，皇后主子若不严惩，旁人会怎么看？所以，奴才知道，奴才这一跪，不是跪给令妃，而是跪给紫禁城所有的人看。
回去吧。主子，令妃，从今日起，紫禁城会平静很长一段日子。5阿哥发30矢，中30。好。四哥，华马都说了，别老拿物件出气，你怎么就记不住呢？十二，什么时候轮到你教训四哥了？没规矩。听说四哥前些日子去狩猎，手臂受了伤，想必是还未康复，不必急于求成，好好养伤要紧。哼，我要是伤好了，还有你站的地方吗？四阿哥，先前主事桂城，在皇上面前引弓，因一时不慎，箭矢折断，被罚俸半年，知道为什么吗？当今皇上4岁学文，9岁习武，练就了一身好剑法、好枪术。11岁，避暑山庄宫门试射，便百发百中。12岁，追随圣祖，木兰围猎，圣祖射中一头黑熊，兴致勃勃去取猎物，不料黑熊突然爆发，若非皇上及时补了一枪，后果不堪设想。皇上每年木兰围猎，都会亲自考教王公大臣、文武百官，便是要你们永远不要忘记，大清是从马上得来的天下。桂城卧病半年，无法引弓，一样受罚。您虽然受伤，也不能懈怠。皇上面前是不会讲道理的。多谢傅恒大人提醒，我记住了。五阿哥，你上回说的火枪改良一事，我正打算问你呢。如今绿营鸟枪大半膛空口薄，平时演练又多在平地，临阵下击，或未发而子弹落。永琪文武双全，天文、地理、历算是更不在话下。皇阿玛都说了，永琪是阿哥里面最出众的一个，你还在这儿费什么力气？皇阿娘说了，勤能补拙，即使技不如人，也要奋起直追。皇阿玛不会轻视努力的人。拿出来。娘娘，干嘛藏起来？怕本宫不开心吗？娘娘，奴才。本宫是6宫之主，大事小事样样操心，比谁都老得快。
难怪。难怪什么？当年我问令妃，不，现在是令贵妃了，想不想做皇后？她说她当不了，没那操心的命。你瞧她这10年来，喜欢吃什么就吃什么，喜欢玩什么就玩什么。那天本宫仔细瞧了瞧她，她发间还是乌油油的，一丝白头发都没有。你看本宫，双眼里已经布满红丝，她还是碧青的眼白，乌黑的眼珠。30多岁，活得像个孩子。那是因为她自私自利。前些年太后不待见她，她便厚着脸皮把七格格送去了寿康宫。太后从此便再也撑不起冷脸来。这也就罢了，庆平6年前竟生了庆妃，令贵妃为了拉拢她，居然把15阿哥都送走了。奴才实在想不明白。她不是总说，女人啊女人，没有一个对自己好的吗？本宫看她天底下谁都不爱，就爱她自己，爱得如珠如宝。谁都知道，阿哥格格都有乳母嬷嬷他们照顾，就算送给别人抚养，不过是说出来名头好听。你没瞧见吗？7格格、9格格和15阿哥闲了就往延禧宫跑。她这个生母又天生好玩，整日带着孩子们乱跑乱叫的，延禧宫都成了孩子窝了。好端端的15阿哥都叫她养坏了，哪像咱们12阿哥，学文认真，习武刻苦，连师傅们都称赞她勤奋呢。但她的天分比永琪实在差太远了。主子，给皇额娘请安。主子，12阿哥今天在练习的时候手受了伤。怎么了？让我看看。你看怎么这么不小心？回主子的话，12阿哥在烈日里整整练习了2个时辰，手都磨破了。奴才请了太医给他包扎疗伤。太医叮嘱说，1月内都不能再引宫。傻孩子，干嘛这么拼命？一夕相逢花影乱，往日翩翩真情入耳眠。与君初心遥许，夜相伴，凭相思爱，寒夜漫漫。怎道情深却缘浅，心锁身停流光难回望。他人独我红妆，枕畔温暖，转身窥探，泪湿襟衫。可知谁还贪恋这一世缱绻？几多情终化作痴缠。若是别离，斩断牵绊，梦深处相望亦难。可知谁还贪恋这情深意重？任心绪翻涌于梦中，荣华安身，死亡苦痛。梦醒时
白霜冷，